先把哪个先 remove？大家早上好啊！我们很少见的早晨起来开始直播，因为昨天长征7号甲这个发射不成功啊，我们不能说失败，发射不成功，所以呢，我们赶快凑着土拨鼠扎记的这个专业人士的直播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了。老范，你能把那个什么 PDF 给调上来吗？我这儿怎么调不上去了 ？OK 啊，行，你这儿能调上去，行吧？我们先看一下视频吧，先看一下视频。行，这次看一下这次发射的这个过程，时间也不长，3分多钟，大家可以看一下。你好，我们不可以站在这个平台上面看的，要不您下来，要不不是8点整，8点02，马上，现在要倒计时了。小朋友要往后面靠一下，尽量进到舱里面，不要站在。这应该是现场观众拍的，这画面很不清晰。麻烦家长也确认，麻烦家长也火箭发射了。哇，看到没？亮光，看到亮光没有？哇，挺好玩的。我估计这个背景声应该是导游和一个游客的对话，待会儿咱们可以细聊。但是这个他周围有人去支了很多那种相机在那儿照，对，就是那种专业相机。就是这个背景对话，听得我感觉特别有趣。待会儿咱们可以聊，就是这个背景对话，听得让我感觉特别有趣。最后的这个事故发生在起飞后1分25秒左右，就是85秒左右。大家可以看右下角有这个时间进度。没事，它会有那个最高在线人数的。好了啊，哇，分离了。对，它那个火箭分离了。哇，看这个云。对，因为它那个火箭，它在上升过程当中，它会脱轨的，1级、2级、3级脱轨。我觉得这段视频最大的亮点就是这背景声，它就要升更高的高空了。而且待会儿咱们可以重看，实际上这个背景声里有一个小孩的声音，还是这里面的亮点。对，它声音很大，所以已经爆炸了，已经火箭分离了。对，我也觉得，真的是能很清晰的看到那个分离的，这就是在我们科普中心看到的这个国发的情况。它其实是可以看到分离的过程。好吧，基本上就差不离就基本到这儿吧。这就是刚才这段视频。不知道大家看了这段视频之后有些什么想法，你们可以打到这留言板上，待会儿咱们也可以讨论啊。咱们瞅一瞅。那实际上情况是这样，就是昨天北京时间2026年8月10号晚上8点02分，长征7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执行第18次发射任务，让火箭发射升空。在升空后大约85秒的时候，那么首先出现的状况，我们刚才看视频也可以看出来，它应该首先是先断成了2节，大家记住这几个关键点，第一个是在85秒左右，第二个是火箭断成了2节，然后应该是出现了这个火团，是吧？我们从画面上看就是出现了火团，然后呢，就是后来呢，那个几个小时之后，2个小时吧，这次中国的反应还是很快的，大概2-3个小时之后，新华社就已经发布了消息说这个中星4B 卫星发射失败，指的就是这次这件事儿。这已经完全承认失败了，而且在空中发生爆炸这件事儿也是确认的，因为折断之后，那么这个飞控系统会实施自毁程序，把火箭这个炸毁。所以的话，爆炸这句话现在是可以说的。
没有问题。但是这是叫受控爆炸，这是典型的受控爆炸。所以说出来没问题。这就是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现在大家看屏幕上，我给大家展示的这2款火箭，一个高一点，一个矮一点。这是我们一般叫长征7号系列运载火箭，矮的那个叫长征7号运载火箭，高的那个叫长征7号甲运载火箭，也有叫长征7A 运载火箭 CZ7A Long March 7A 都是指这个，还有叫长征7号改都行。反正网上的叫法不太统一，但都是指这款火箭。所以大家如果要看这2款火箭有什么区别，我们可能主要看到的就是它高了。那么这就是等于作为普通的这个观众来讲，作为我们专业来讲的话，那么长征7号运载火箭是一款2级半运载火箭，就它底下是1级，然后旁边捆了2个助推器，然后上面是2级，再往上就是载荷和整流罩。这是长征7号运载火箭。那还有一款火箭呢，叫长征7号甲运载火箭。它为什么高？主要就是因为它加了一个3级，加了一个上面级3级火箭，所以的话，它整个的高度就要比长征7号更高。那么长征7号这种运载火箭2级火箭，它有点接近于猎鹰9火箭，它呢是输送近地载荷。你像我们看到长征7号运载火箭一个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发射天舟号货运飞船，为天宫号空间站进行补充的货物补充。那这都是400多公里高的轨道。而长征7号甲运载火箭的话，它增加了一个上面级，这样的话，我还是把这个关了吧，我老能听到一些好像有背景声。它增加了一个上面级，老范你说一下话是？哎，您好，但是你看这个长征7号甲最上面那一节是要比长征7号要短的。待会儿再说，我会介绍到的。就是增加了1级，这是它的第一个显著的，我们从外观上能看到的区别。这是是一个叫用氢氧发动机的这个上面级，这是第一个区别。第二区别就是你所说的上面那个短的那部分是什么呢？短的那部分是整流罩，整流罩短了。长征7号的整流罩长，它发射的是近地轨道。那长征7号甲发射的是高轨，比如地球同步轨道。所以的话，它会等于要一部分载荷，实际上是把它变成了上面级，同时因为载荷小了，它的整流罩也就缩短了。像长征7号运载火箭，它发射近地轨道的载荷可以到13.5吨、14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水平。它的起飞重量大概是570吨、580吨，也有说590吨的。但是它的近地载荷运载能力是13.5吨、14吨，而长征7号甲运载火箭，它的起飞重量要比长征7号还要轻一些，大概560吨、570吨这个水平，要轻个10吨到20吨。它的有效载荷运载能力是只有这个有说5.5吨，有说6吨，有说7吨的，大概只有这样。但它送的轨道是不一样的，它送的是地球同步转移轨道。那这个轨道的高度很高，所以它的势能很大。那要达到这个高度，火箭的燃料就得提供更大的能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它的载荷要明显的要小于长征7号运载火箭的一个原因。这就是大概是这么个情况。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清楚，这次执行发射的是长征7号甲。那刚才那个画面里说的说有1级、2级、3级，它那个说法实际上是对的，这实际上是没问题的。然后呢，要发射这个送射入更高的轨道，这种说法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其他的说的明明是断了，然后他非说分离了，这是出现的是这个比较大的错误。但这也无所谓，因为这应该是观众，肯定不会是专业人士。实际上断裂发生在大概85秒的时候，这个时间大概相当于什么程度呢？大家想，以前老看我直播星舰的发射是吧？包括有的时候也直播猎鹰9发射，大家注意过没有？星舰猎鹰9在差不离这个时间的时候，它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像星舰大概是在
60秒左右。现在的因为推力增加，可能更提前了一点，它会报一个说 max Q， 就最大动压点，一般是出现在就是在60秒左右会出现最大动压点。009号火箭也是在这个时间出现最大动压点。所谓最大动压点是指火箭在飞行过程中，那火箭的舰体结构承受最大的横向载荷，就是这样的一个阶段。那像是长征7号运载火箭，它的起飞重量要比009号火箭还要大，包括长征7号甲啊，它的起飞重量都要比009号大。009号是549吨，长征7号甲是大概560吨、570吨这种水平，起飞重量还要大，但是它的推力却没有009号大，所以它的起飞加速度会低，这就造成它的最大动压点发生的时刻要比这个009或者说星舰要晚，所以85秒这个时间大致应该是快要达到或者刚刚过最大动压点不长时间，这个时刻大家要记住。所以当这次事情出来之后，然后在网上很多人看了这个发射视频之后，就在怀疑说会不会是因为在发生在这个飞行过程中快到最大动压点或者刚过最大动压点的时候，受到了比较大的横向载荷，造成了火箭的折断。这是现在的网上很多人传的一个判断。我觉得他们的这种说法基本上还是有一定依据的。我现在给大家就指的这个图，就是还是矮的这个是长征7号，高的这个是长征7号甲，也就是这次发射失败的这个火箭。那么2个手指的这位置，实际上是下面这只手指的是1、2级的这个分离点，上面这个手指的是2、3级分离点。现在我看到的这个画面的话，那有可能就是发生在就断裂的时候，可能就是发生在1、2级分离点，或者是2、3级分离点这个位置发生的折断。这就是大致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我先暂时说到这儿。老范，你有什么问题？是，像他这种，到底是在这个时候应该分离呢，应该还是没有到该分离的时候吧？你看啊，我们还是参考009或者是参考星舰。009星舰它的1、2级分离时间都发生在大约起飞后2分半钟左右，也就是大概起飞到150秒、160秒左右，这个时间1、2级分离。那么长征7号甲运载火箭，像它总共到现在，我们这次任务叫遥18，只要一说遥几，这个遥就代表了第几次发射。像遥18就是第18次发射，也就是说长征7号甲此前进行过17次发射。那它到现在18次发射里面有2次失败，第一次失败是发生在遥1，也就是首飞的时候。第2次发射就是发生在遥18，就是这次发射。遥1就是失败的时候发生在什么时刻呢？是发生在起飞后168秒左右。168秒的时候，那个时候1级还有助推器还没有和2级和3级还有载荷分离，所以长征7号甲正常的这个1级和以上的部分分离的时间应该是发生在170秒左右，或者更靠后一点。那这次85秒就还没飞到一半儿，所以的话，显然就是应该是它的还不该分离的时候。是因为我现在看到还有说是在82秒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异常，就是说它好像是偏离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到85秒的时候炸掉。这个数据，我觉得网上的这些数据它的来源是哪儿？如果它的来源只是他自己目测，那没有任何依据。估计也是目测的，你是不是发生了偏离？我是要看到遥测数据，要看到我的理论曲线和它的实际飞行曲线的真实对比的。所以他在那块说的那种话，我觉得可参考价值。当然也没准他是内部人士啊，所以的话这就不好说了。更多的信息，但是在不能确定他的身份的情况下，那他这种说话没有任何参考价值。是的，是现在等于是就是我们的官媒是承认这一次
没有成功了，但是呢，具体的调查结果肯定没有这么快。这是必然的，这本身也是一个负责的态度。你如果要现在就把它归因为某个原因，航天没有那么简单，是吧？是，航天不可能有这么简单，所以这是必然的。而且这个时间我估计1个月都算好的了，1个月以内能够查明原因就已经算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本身航天就是一个非常庞杂的系统。你比如这次发射，我们假设我说的是假设，最终确定是因为断裂然后导致的发射失败，那这个折断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因为结构强度设计不足，没考虑到这种以前没考虑到这种极其特殊的工况，还是说在高空，因为85秒左右，这个时候火箭飞行高度大概已经是在10000米到15000米的高度了，大概已经是就10公里到15公里这样的一个高度。在这样的高度会不会有一个突然的风的切变什么的，我们都不清楚，是吧？所以的话，这就在我看来，那最少要涉及到2个部门了，一个是这个结构，还有一个是相当于是气象预报这一部门，甚至包括控制上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合理？所以这涉及到很多很多系统，不可能这么短时间给出结论，没有给出结论，这才是正常的。对。我看网上还要讲一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没有任何报道说是否造成了额外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就这个东西掉下来，它是掉海里了。理论上不是，理论上讲这是不会的。为什么我说跟你讲理论上讲是不会的？是因为第一，文昌发射场它位于海边，文昌位于发射场的位于海边，而我们在发射这种火箭的时候，一般会很谨慎的选择弹道，也就是火箭中间飞行的轨迹。既然已经在海边，那么我们选择的弹道肯定是起飞之后马上向大海的深处飞去。对，所以我们只要在这种情况下和陆地就不一样，我们只要把这一片区域我们算好的区域禁航就行，禁止你船舶通过就可以了。所以你说造成什么损失？你要说给鱼虾造成一些损失，那是可以的。你要是说给人造成损失，那就是禁航没做好，是吧？是。它和在陆地上不一样，陆地上你可能要飞过一些居民区啊什么的，在海上的话不存在这个问题。是，就是陆地上会有天降区啊，这边就无所谓了。对，那后边我们会去捞这个东西吧？什么？就后边我们会去把这东西捞回来吧？大概率是要去打捞残骸，但是得看具不具备现场的条件。是，对，我现在看到还有一种说法是，有可能是最近发射的有点太密集了。那就得看它最近发射有多密集了。对，因为我现在看到讲的是说它连续3个月啊，5月27日、6月23日、7月29日，都是在海南文昌发这个长七甲这个火箭啊。虽然发的是不同的卫星，但是呢都是同样的发射场、同样的火箭。而上一次发射呢只有12天，那是不是有一点点就是劳动强度太大了，或者说？比如说有一些配件或者有一些什么东西出现问题了，这个因素有可能有，但一般来讲，我们搞技术的实际上考虑的相对来讲少一点。但我听到你说，如果要上一次发射和这一次发射仅间隔12天，而且3个月内又多次进行了长征7号甲的发射啊，我要强调必须得是这款火箭，那有可能它的整个研制团队，包括它的发射场的这些工作人员，有可能会感觉到比较疲劳，因为我们实际上进行这种发射的时候，实际上不仅是就是真实的这些现场的工作啊，我可以跟你讲，基本上我们每天就是你像我一般负责一个中队，就相当于一个分系统，一个大的分系统。你比如像火箭的话。这种运载火箭发射，它大概主要就几个系统。第一个是总体，然后结构，然后控制系统，然后这个发动机，然后呢发射系统，大概就这几个系统。那我负责
其中的一个发射系统，那种情况下的话，每天会都开不完，就是你们说996，基本上我们那个在发射场的话，基本上每天是属于像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因为它的这个精度实际上是比较低嘛，精度比较小，它和北京实际上从日出角度来看是有时差的，大概要比北京晚2个小时太阳升起，所以我们大概是10点钟开始工作，一般每天晚上开会啊，各种各样的事儿处理完，可能都是12点1点了，基本上就这样。如果要是长时间维持这么长的一个紧张的工作状态，那有可能有影响，但并不是关键。我觉得一般在归因上，在归零上，在找原因上，可能不会把它作为一个关键。这应该主要原因还是技术上，要在技术上解决，然后在管理上，像你说的太疲劳了，那就是在管理问题。那管理的话，管理就归零去吧。其实考虑是。那么我现在还看到一个说法，就是上一次就是第一次发射失败了以后呢，它大概是检测了361天以后开始复飞，就是再次发射然后成功了。那么这个就是涉及到下一个问题，就是它怎么去找原因，怎么去归因，然后包括除了它之外，还有其他的这些火箭是不是也都得停？因为就是至少长征系列火箭，他们应该有很多的零部件是共用的。我估计，即使是民用航天的这些火箭，应该也有很多零部件是共用的吧？所以的话，实际上我这次啊，我就在我的 X 上，我就发了一个这个推文，我就在说，我最担心的是，最祈祷的就是希望这次归因不要是因为是发动机问题。当然，现在从现象上来看，也大概率不是发动机的问题。发动机肯定要进行自查的，肯定要进行排查的，包括它的推进剂的供给系统。那如果要是发动机问题，为什么我很害怕是发动机问题呢？因为这款发动机叫做液发100，液发100是航天6院研发的一款液氧煤油发动机。这款发动机它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系列啊，用于很多型号火箭上，比如长征5号，就我们说的胖5运载火箭的助推器用的就是液发100，长征7号的助推器和心级用的都是液发100。然后呢，还有什么呢？长征6号运载火箭、长征8号运载火箭，还有包括我们要实施载人登月的长征10号运载火箭，还有等等的，包括那个前一段时间刚刚用网回收成功的那个长征10B运载火箭，然后也包括这个长征12运载火箭，就是上海航天局的这个长征12运载火箭的系列运载火箭下面的异型运载火箭，也都是用的液发100发动机。所以如果要是液发100发动机出现问题，那这些型号会直接就受到影响，会受到特别大的影响。这是一方面。然后飞控系统的话，肯定也有很多部件有可能是通用的，那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包括你的实际上，包括像结构设计团队，我们叫底下是研究室啊，应该都是在一个研究室，然后分属于不同的型号队伍，那他们之间可能也有很多这个我们可以叫做就是相互类似或者说同行的地方，那就很多了。但真正的问题还不光是就是说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因为长征7号是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产品嘛，不光是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可能受到这个影响，上海航天8院，上海也有一个搞运载火箭的长征4号、长征12就是上海搞的嘛，那他们也肯定会受到影响，他们也要进行相应的自查，我们叫举一反三。当然这是要等长征7号甲它的事故原因分析基本出来之后，这个要进行举一反三。同时呢，甚至连那些民营航天企业的火箭发射也可能会受此影响而推迟。就比如本来原定今天早上大概7点40分左右吧，正常情况下，那朱雀3号的遥2就会在今天早上进行发射，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那边，而且它要测试它的一子级是不是能够回收，因为我知道遥1这个2级入轨成功了，但是1级回收失败了嘛。
本来大家都在关注这件事儿，我昨天还专门做了一期直播讲这个朱雀3的遥2的事儿。那现在这个肯定是被推迟了，而且在长征7号甲找出原因之前，可能都不会让它进行发射，这就是影响了。这个就是大家能够看到的影响。是。所以昨天看到网上喊的最多的是民营航天的这个股票完蛋了，所有这个板块全废了。这些我说句实话我不太懂。后来我看到有一个这个也是油管 UP 主吧，也在他曾经有一次在这个讲这个 SpaceX， 他在 SpaceX 的星舰13飞之后，然后预测股票的这个发展趋势的时候，我觉得他说的话就很对。我原来以为，但是13飞之前股票跌得一塌糊涂，说这 SpaceX 的股票跌得一塌糊涂，然后说13飞之后就能扬起来，但13飞之后并没有扬起来。后来那位UP 主他当时说的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现在 SpaceX 上市之后，大概有3个月的时间，有一大批股票可能会被释放到市场上，所以的话，1-2次发射成功失败可能不会对它造成股价造成发射成功1-2次发射成功可能并不能够有力的提升它的股价，因为现在正好有大量的这个股票推向市场，我觉得他的这个分析就很对。所以你们说这一次发射失败之后，然后就造成民营航天企业的这个股票大幅下跌，到底是因为发射失败造成的，还是因为其他原因，我就不清楚了，是吧？好吧，对。有人在问说长征7号甲里边载荷是啥？这个新华社已经公布了，叫做中星4B 嘛。前几年发射过中星4A，这次发射的是中星4B，而且是用长征7号运载火箭发射，那就是送入地球同步轨道的，就是要送入地球同步轨道，高的轨道，这应该是一个同步轨道通讯卫星。是，过去我看有人说长期过去1年都在做减重。减重这个工作，实际上我们做航天的一直都在做，因为大家要知道到现在为止，中国所有的火箭还都是小批量，最多只能叫小批量生产。你就像长征7号火箭，到现在为止，2016年首飞吧，到现在大概也就是发射了11次。长征7号甲就是今天就是昨天这次发射失败的这次。从2020年首飞到现在，也就发射了18次，2个型号加在一起，也就是发射了11加18 29次，是吧？我们再看1974年首飞的长征2号运载火箭，后来形成长征2号系列运载火箭，包括我们现在的载人飞船还是用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来进行发射的。就这款火箭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1974年到现在50年了吧？是50多年了吧？也才发射了200多次，次数还是很少的。那你看009号火箭，009号火箭从2010年首飞到现在，已经接近发射了670次到680次了。你就只看这一个子样数，所以它这个指令速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的009火箭可能现在基本上就不再做减重工作，但是你像长征7号甲，这才发射了10几次的火箭，你当然还是处于实际上你并没有真正进入一种量产阶段，你还是在持续改进，对吧？是减重就属于持续改进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这是必然的。对。OK， 了解。但是我们这一次看到的长征7号甲的这些民间传出来的这个视频，因为它毕竟没有像 SpaceX 那样做一个官方的这种演播室内的直播，对吧？那这个旅游项目应该是开展的如火如荼了，咱们是不是什么时候可以去现场瞅一次去啊？
那个我可以讲，那时候当时刚确定要在文昌建发射场的时候啊，我们航天系统内实际上有很多人实际上不光是航天系统，就好多房地产开发商就在文昌附近开发了一大堆楼盘，它都是经营那种酒店式公寓，然后呢，那时候也很便宜，20几万、30万吧，一套，一般是就是给你一个 studio 或者是个一室一厅。面积也不大，大概30平米、40平米，大的可能也就是50、60平米的这种 studio，然后一套大概40平米的，大概是不到30万块钱，不到30万，我差点买了，我的很多同事就都买了，而且他们那个楼实际上就建的就是可以看到，直接在家里就可以看到这个发射场的，然后你买了之后呢，平时可以就是交给他们帮你管理，帮你这个出租啊什么的。然后你可以指定时间，每年比方说指定1个月，我去那儿去度假的，然后他就给你腾出来。实际上这都形成产业了，对，像他这个就是他们拍摄这个视频的这个位置，跟这个发射场到底有多远呢？这个我不清楚，但是按照一般来讲，我们要求是什么？你就像我们是分级的。你比方说像我吧，我一般是属于每次发射的时候是距离发射点位最近的，我通常会撤到地下室里去，就发射前，我会撤到地下室的，那就是最近，100-200米、几百米，或者说但是那个是小型号，大的像这种火箭的话，可能一般是2公里，工作人员可能撤离到2公里以外，再有一些工作人员可能不是。更早也需要更早就离开发射工位的，他可能撤离到5公里以外。那像观众的话，普通观众可能就是10公里以外了，所以这个不太好说。我估计他可能应该是属于5公里以外或者10公里以外的。了解。5公里以外可能性更大一点吧。那我们如果溜过去的话，应该可以找你一些朋友去租他们的这个。叫做什么民宿啊？现在都不知道他们到底经营的怎么样，反正应该有人在弄这个事儿。我感觉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然后被我媳妇儿给制止了，好吧？对，因为我觉得当时我们看这个视频的时候，里头有一些背景音，我感觉是导游，就是他现在应该成为了一个正式的旅游项目。对，这就是正式旅游项目。这是，就还是看一下。现场是有很多人的，对，还是看一下。说到这个，就是我还是请大家注意听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听小孩的说话。稍等一下啊，听小孩的说话。分离了，对，他那个火箭分离了。听到了吗？小孩的声音炸了，听到了吗？再听一遍。分离了，对，他那个火箭分离了。分离了。前面这2个女的还在这儿对话呢，有一个我感觉可能就是导游啊，所以我觉得他们说的这些话，他不是航天专业的，所以他说这些话没有问题。但比较可悲的就是当小孩说出了实情的时候，这个导游还是有一些惯性的。因为他那个火箭，再听一遍。哇，分离了，对，他那个火箭分离了。实际上让我当时听到这小孩的声音，我马上就想起了那个《皇帝的新装》的那个只有小孩敢说场景了。对，只有小孩说出了真话。是，了解。所以就这段视频，实际上的最打动我的就是小孩的这句“爆炸了”，炸了，是，那么如果是这个事情在美国的话，比如说 NASA 今天发了一个什么东西炸了，它有可能会去影响，比如说 SpaceX 啊，或者是新格伦吗？它基本上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
时间间隔很短，有一点点可能会影响，但是大概率不会。当然，如果要是比方说都是在同一个发射区域啊，你比如在这个佛罗里达州，不是卡纳维拉尔角就有很多发射工位嘛，有这个猎鹰的，然后还有这辛格伦的发射工位。如果要你比如在前一天在卡纳维拉尔角的这个猎鹰发射工位上有猎鹰9炸了，假设啊，然后第二天本来原定辛格伦发射，那辛格伦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如果要是说你比如猎鹰9系列火箭的话，它在卡纳维拉尔角有，在佛州有，在加州也有啊，范登堡空军基地也有啊。如果要是范登堡这边炸了，那卡纳维拉尔角这块会不会受影响？这就不太好说了，大概率不会。就各玩各的。但是在中国的话，就是它这个炸了，然后朱雀3就起不来了。我们要注意影响嘛，社会影响，注意影响啊。那所谓社会影响，您不能说这边炸了，然后朱雀3如果成功了，那这玩意儿算正向影响还是算负向影响？那个没测试过，谁知道呢？好吧，这个等着。实际上，我觉得啊，我是要打断你一下。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中国的整个的社会氛围就不对。你比如像是我把这个视频放到我的油管上，底下有人就说我在幸灾乐祸，我一点没有，我一直在说我是相当于是什么？我作为一个参加了航天，在航天这里面干了20多年的人，我看火箭发射，我看成功失败看的太多了，所以这种成功和失败对我在心态上是非常平静的。我看到这个视频，我之所以会感觉比较感兴趣，我是对那个话外音。对那个背景声，不管是那个女导游，还是那个女游客，还是那个小孩的说话，是会让我激起我很大的兴趣。实际上这就有点像什么呢？你比方说，你有很多人会说，有的时候说这些大夫怎么那么冷漠，这个对别人病人那么痛苦都要死了，怎么着了，然后还那么冷漠。正常他看的太多了嘛，他看的太多了，所以那是他的一个职业态度。我对火箭发射的成功和失败也是这种职业态度，没有成功了不会特别高兴，失败了也不会特别悲伤，只要我们继续往前走就行。但最关键，想往前走就必须得说真话，认真分析，不能禁止讨论。你要是禁止讨论，那就是狗屁进步都没有。所以那些人基本上，我觉得就跟阿 Q 是一个概念的。但是在中国现在整个的这个风气，实际上就是很多事情都禁止讨论，那就你就别想再往前发展了，这才是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对，我看下面有人问，16次成功发射还会失败，是换人了吗？这16次成功，波音飞机起飞了，这个飞了几千架次、几万架次、几十万架次，它不还有可能出现事故吗？是，就是你还是有一些零部件啊，或者是一些工艺啊、工序啊、批次啊，会有一些变化的。对啊，包括你那些产量几十万辆、年产量几十万辆的汽车也会出问题啊，所以出问题是正常的，改进就完了，就是不粉不黑。我不是为一次成功就在那块说我们就赢麻了，就怎么遥遥领先了，这种话只要敢说这种话的，那肯定就是在胡说八道。但是另一方面，你只要看到一次失败，就别人失败就在那儿幸灾乐祸，那也是一种非常恶劣的态度。是，对，就是成功和失败都属于是工程的一部分。对，都是我们在路上碰到的各种各样的状况而已。是，我觉得我们看了这么多的火箭发射，看了这么多的航天相关的事情，放平心态是最重要的，不能因为说啊美国人的失败了，赶快庆祝一下，哎呀中国人成功了，赶快庆祝一下。如果反过来的话，就不许说了啊，这个没必要啊，要这样就永远进步不了了。对，这才是关键。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的
实际上啊，大家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假如你们有职业，你们在公司内部讨论的时候，谈论公司内部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允许大家畅所欲言？但是我们在航天在做这种技术问题分析的时候，就是畅所欲言的。我们以前把这种思维叫做这种方式叫做这个技术民主，但后来我才知道，其实用民主这个词不对，应该是技术自由，就是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为了这点，我们每次发射前还会专门有一个叫双响会，一个就是预响，一个就是回响。就预响，我们下面马上要发射了，可能会碰上什么情况？那碰上这种情况，我有没有处置预案？还有一个就回响，我们以前发生了什么状况，出现了什么事故？那这些状况在这次会不会发生？如果发生的话，我们有没有处置预案？我们是专门，而且这个双响会是所有的人，包括工人。不仅是技术人员，包括工人都可以参加的，都可以的。而且在所有的这种情况下提的时候，就是言之无罪的，不能够因为这个别人说的这个话，可能你觉得哎呀太傻了啊，完全不合理，你是不是在刁难我？绝对不允许。这是我们是绝对禁止的。所以，但是现在整个中国现在网上的风气，或者说社会上风气，却是我只是把这一个视频就发上去，然后就有人说我幸灾乐祸。那这种情况，我可以告诉你，在处理技术问题上，如果要是在我们系统内部进行技术讨论的时候，你这种人，我可以直接把你开除出队伍，你滚蛋，卷铺盖卷回家，那个什么，就我不用你了，然后让你的这个单位再派另一个人来接替你的工作。是。不管你是对我还是对别人，绝对不允许这种打击，这是基本规则。是，对。那么这一次的话，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要素要去聊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现在比较关心的是，你在上海这个水淹七军的事情怎么样了？上海的话，实际上啊。雨最大的时候应该就是前天8月9号嘛，8月9号的时候台风白海豚过来了，8月9号台风白海豚过来，然后正好我还要去参加一个俱乐部的活动，下午去的，然后我整一天9号一天啊，我白天的时候就出发前我都一直待在家里，所以尽管看到风很大雨很大，我也没太当回事。但是要去的时候，然后我打车才突然发现很多车都不来了，就根本就不过来。好不容易打到了一辆，就什么那个滴滴打车已经不行了，只能叫出租车，打表的出租车，来了一辆。然后去到世纪大道，那也是在浦东属于比较繁华的地方啊，那个积水就惊着我了，非常非常的深，真的是非常非常深，半个车轮子吧。后来我才知道，实际上那还算好的。半个车轮子那么深，结果我就这个惊着了。但是那时候我就说啊，上海的排水难道还这么糟糕吗？不过我后来的时候仔细查了一下，好像这次白海豚给上海造成的降雨还真的是挺厉害的。就厉害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好像是在徐家汇那块有一个气象站。他那儿统计到的数据是24小时降水量达到了316点几毫米，大概是这个数据。那此前统计就有统计数据以来，上海有统计数据以来，最高的降水量应该是275左右，应该是275左右。所以应该说上海这次的降水应该还是最大的，但是最大了以后，是不是就要达到说这个街上已经全是水了，大范围的这个街上积水的情况？这我就不太懂了，我不是搞这个专业的，我真的不太懂。而且它的这次大降水，我觉得给上海造成的影响可能都还有一个超出我预期的是，第二天上海的像1号线、2号线好多线路就是停运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也是就是我看到的一个情况，这就说句实话，这就让我真的是又想起了我那年去巴黎，我专门去参观了他的那个下水道博物馆。我小的时候，老范你也肯定看过，有一个法国电影叫《虎口脱险》，你记得吗？
虎口脱险里面有一段，就是那几个人要逃离德国人的抓捕的时候，实际上是走进了他的下水道，然后那个下水道是可以划船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印象。那个下水道是可以划船的，那当时就惊到我了。我说下次我要去巴黎，一定要去看他那个下水道。后来我去巴黎的时候，就去他那个下水道博物馆去参观了。我觉得，如果要是这种事情要发生在巴黎，以它那么巨大的里面都能划船的下水道，那它可能会出现短期积水，但是可能很快就能平静。而上海这次，我个人感觉它的排水速度还是慢了点。还是这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真实感受。但我只是作为一个个人，我并不是搞这个专业的，所以我不太懂。我不太懂。而你去世纪大道就应该在江边上了呀，离江就1公里都不到了。那对，但难道黄浦江水漫上来了？应该也不至于啊。不至于，应该不至于。好吧，这个也是很吓人，因为北京是在今天晚上就该大暴雨了。那看看北京吧，北京可能更糟糕了。这就没法说，因为毕竟我们这儿是一个旱地方嘛，它还毕竟不是上海这种有海有河的地方。对，所以上海这次这个积水，实际上啊，就是说我后来还专门了解了一下。这个积水应该不是说不能积水，但是要看几个很多复杂的，就是说比较复杂的问题。第一个是你的降水量达到了多少？那这次白海豚造成的，通过我刚才的描述，大家也可以知道，基本上应该是150年以来有记录的150多年以来的最大的一次，这个是没跑的。第二个就是说是积水具体积了多长时间，这个我们不太清楚，但我个人感觉可能排水系统还有待改善。但我看到网上也有说上海的表现可能已经是中国城市里面最好的了，这点我也看到了。对，这点我也看到了。是。好，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就是马斯克原来讲的是每个月要发一颗星舰去做测试，对吧？这个8月份他到底啥时候发呀？而且马斯克讲了说，上一次13飞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上面这一节星舰啊，它落得非常好，我下一次准备上筷子去夹它了。马斯克不是说最快可以在这个月底就进行发射吗？我们还是拭目以待。我其实有一个事情有点好奇啊，想问一下，就是它这个星舰当时落下来的时候，完完整整的飘在海面上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直接把飘在海面上的东西把它拖回来接着使就完了，非要把它扔在筷子上呢？拖回来接着使，你泡了之后，海水是有腐蚀性的，它可能会造成很多损坏的。所以，我这又放不上去了啊，放上去了。好吧，你看一下，这就是我刚好做了个表，大家可以看一下14飞的是星舰，现在大致完成的进度。14飞星舰用的是 B-21超重和 S-41飞船，那它要经过所有我这个 B-21超重就经过这个第一行这几个进度，先是结构总装，现在应该完成了，低温压力实验完成了。发动机安装，那么现在应该还正在进行。然后的话，安装完了，去静态点火，静态点火完了再返回 Mega Bay 1，然后进行一些检测，没问题的话可以转到这个发射工位上，准备进行发射。这是超重。飞船这块也能看到结构总装已经完成了，低温压力实验也已经做完了，这个是在梅西实验场完成的。然后现在又返回到 Mega Bay 2。进行防热瓦安装和发动机的安装，现在正在进行。然后防热瓦和发动机的这个安装完了之后，那么会再进行一次静态点火实验，再到梅西实验场进行静态点火实验。实验完了以后再返回 Mega Bay 2，然后进行检查维修，有可能还要安装这个飞行终止系统，就是自毁系统嘛，安装这个。等这些工作都做完，最后再移到发射工位上。然后和已经在
发射工位上的 B-21超重进行堆叠，堆叠完了试彩排，然后最终检查，然后发射，大概是这样。所以大家可以看，现在这个进度条基本上走到这么一个状态。我觉得目前这个状态到月底发射还是有可能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许可证。FAA 现在给星舰发射的这个许可证里面，其实如果要只是发射，然后不用筷子来回收，就飞船不入轨，然后不用筷子来回收飞船，那现在的许可证是有效的，不用申请新的许可证。但是另一方面来讲呢，如果他要是想飞船入轨，或者是想让这个用筷子来回收飞船，这都可能需要新的许可证。那现在我还没看到 FAA 在这2项上，向这个 SpaceX 发放许可证。而14飞最可能的情况啊，最可能执行的情况，实际上就是飞船入轨，然后把这个 V3版的星链卫星真正送入轨道，大个的 V3版星链卫星真正送入轨道，然后飞船再用筷子来回收。如果这么做，这也是14飞的最大亮点，也是我希望大家都来看的14飞的亮点。真的有这样的流程的话，但是现在呢 FAA 有没有好？我没有看到有报道说 FAA 给他这个许可证，这是这一块，所以可能14飞之前还需要有这几项工作，能不能够在8月底之前完成，那我们真的是拭目以待吧。是。好，如果能够在8月底啊，甭管在什么时间吧，14飞我们应该还会再去做这个直播。大概是这样。好，那么我看这一次应该差不太多了。你还有什么？咱们还有什么要聊的没有？还漏了什么？没有。你看到这些大家留言有什么值得聊的吗？留言里面好像差不太多了啊，好像差不太多了。里头有一个在讲日本的这个 GPS 卫星发射成功的。我刚看到日本那个 H3火箭好像也马上要发射了，高市早苗还在 X 上发文说要发射了，看来他没有受到中国的这个影响。这能影响他就夸张了。对，这两边应该没有任何共用的零部件。是。这还有人问为啥不先发射朱雀再发射长征7，不那么影响士气？你哪知道到底是谁能成谁不能成啊？对啊。而且从成功概率上来讲啊，朱雀3的发射是我们关注点是这个1子级的回收，对吧？长征7号甲这次发射，我们只要成功入轨，基本上就算成功了。所以的话，从难度上来讲，从概率上来讲，应该长征7号甲这个更简单。对啊，这个朱雀3号第一次回收失败了，这是再一次实验。长征7号甲这个前头已经连续成功了16回了。是啊，所以是这个原因。是差不多吧。好，那么我们差不多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陪伴，再见，拜拜。